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吃说学，我是李阳，我是 Anna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，中国南方和北方的食物和人。南方和北方的食物还有人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另外，想告诉大家，视频下方有免费的学习资料，里面有今天重要的词语、句子和文化点，还有练习题，大家可以免费下载，帮助你更好地复习今天的内容。对，一定要下载，非常实用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先来学两个词。第一个，南方。南方，南就是 south， 方就是 direction， 南方就是 southern region。对，还有北方，北就是 north， 北方就是 northern region。那东边和西边呢？东边是东方，西边是西方。中文的方向词东、南、西、北加上方，就是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。东南西北就像 compass 一样。对，在中国，南方人和北方人是两个很重要的词。中国很大，南边的人和北边的人生活方式差别很大，特别是吃饭这件事。差别有多大？用一句话来说，南方人每天吃米饭，北方人每天吃面食。面食是什么？面食就是用面粉做的食物，面粉是 flour。面粉做的食物，比如面条、包子、馒头、饺子，都叫面食。所以南方等于米饭，北方等于面食。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南米北面。对，南米北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。南是南方，米是米饭，北是北方，面是面食。四个字说清楚了中国南北饮食的最大差别。四个字说清楚了，中文真的很厉害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南方人吃米饭，北方人吃面食？因为两个地方种的东西不一样。南方天气热，雨水多，很适合种水稻，就是 rice 这种植物。北方天气比较干，冬天比较冷，更适合种小麦，就是 wheat。所以吃什么是大自然决定的。对，很多年以前，南方种水稻，大家就每天吃米饭；北方种小麦，大家就做面条、包子、饺子，慢慢的就成了习惯。习惯就是 habit。对，习惯就是 habit， 天天做同一件事，做了很多年，就成了习惯。所以南方人从小吃米饭，长大以后一天不吃米饭就感觉不对。哈哈，很多南方人真的是这样，特别是广东人，他们说一天不吃米饭，我就觉得没有吃东西。哈哈，一天不吃米饭就觉得没吃东西。那北方人呢？北方人一样，很多北方人说，给我米饭，还不如给我一碗面条。哈哈，各有各的最爱。对，好，我们来说主食这个词。主就是 main 最重要的，食就是 food 食物，主食就是 main food 或者 staple food 一顿饭里面最重要的部分。米饭是南方人的主食，面食是北方人的主食。完全正确。在西方，很多人的主食是面包；在中国，南方人的主食是米饭，北方人的主食是面食。那我的主食是意大利面，应该算北方人。哈哈，哈哈，那你是中国北方人。好，我们来说说北方面食的种类。北方有很多有名的面食，我来说几个重要的。第一个，面条。面条我知道 ，noodles。对，北方的面条非常多，比如兰州牛肉拉面。兰州在中国西北边，这种面条汤是红色的，放牛肉和蔬菜，面是手工拉出来的，很有名。手工拉出来的面，感觉很厉害。还有刀削面，削就是用刀切掉一片一片。刀削面是山西的面条，面很厚，有点宽，口感很好。用刀削出来的面很特别，我想亲眼看一看做刀削面的过程。非常好看，厨师一只手拿着一团面，另一只手拿着刀，快快地削下来，
面条一片一片地飞进锅里，就像变魔术一样。哇，这是一种表演，我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视频，太厉害了。对，还有饺子。饺子是中国北方非常重要的食物，特别是过年的时候。饺子里面有馅儿，可以是肉的，也可以是蔬菜的，或者肉和蔬菜一起。过年吃饺子，为什么过年要吃饺子？因为饺子的形状像古代的金子，就是古时候有钱人用的金银。过年吃饺子，表示希望新年有钱，生活越来越好。食物的形状也有意义，饺子像金子，吃了就有钱。哈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，包饺子的时候，家里的人会在一个饺子里面放一个硬币，谁吃到那个饺子，就说明他今年运气最好。哇，吃饺子还能找到钱，这个传统太有趣了。那南方人过年吃什么？南方人过年通常吃年糕，年是 year， 糕就是 cake， 年糕就是 New Year's cake。年糕是用糯米做的，软软的，有点黏黏的，可以是甜的，也可以是咸的。年糕的名字也有意思，年糕和年年糕听起来差不多。你说的太好了，年年糕就是 every year getting better， 每年越来越好，所以吃年糕就是希望每年都比上一年更好，日子越来越好。吃一块糕就是说今年更好，这个文化含义太美了。对，中国很多食物都有这种意义，这是我们以后会专门讲的话题。好，现在我来问你一个难题，你觉得米饭好吃还是面条好吃？好难选，我觉得都很好吃，但是如果让我选，我可能更喜欢面条，因为面条变化很多，可以是热汤面，可以是干拌面，面可以细也可以粗，可以软也可以有嚼劲儿。哈哈，你说出了北方人的心声。北方人觉得面食变化多，很好吃。那南方人怎么说？南方人说米饭才是最好的，米饭可以配各种菜，配不同的菜，每次味道都不一样。今天配红烧肉，明天配炒蔬菜，后天配鱼汤，变化也很多。所以米饭本身没有特别的味道，但是配菜以后可以变出很多味道。非常好，北方人说面食变化多，南方人说米饭配菜变化多，两边都觉得自己的更好。好像妈妈做的菜最好吃的感觉。对，食物和妈妈和家的感觉和感情连在一起，所以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最好。好，那如果一个南方人去北方生活，会不会不习惯？我猜会，每天吃不到米饭很难受。很多人真的不习惯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广东人，去北京工作。他说，刚到北京的时候，第一个星期感觉很不对，因为每天吃的是面条、包子、饺子，没有米饭。他每个周末要专门去找广东餐厅吃一碗白米饭，才感觉好了。他每周要去充电，一碗白米饭是他的充电站。哈哈，这个比喻很好。反过来，我也有一个北方朋友去了广州，他说广州什么都好，就是每天吃米饭，吃了2个星期，非常想念面条。所以大家都爱自己从小吃的东西，这是真的习惯，很难改。对，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中国的很多城市南北方的食物都有，超市里米饭和面食都卖。在北京也可以找到很好的米饭餐厅，在广州也可以找到北方面条。所以现在的差别没有那么大了。吃饭的选择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方便，但是在家里，在心里，大家还是有自己的主食。南方人回到家，还是第一件事就要吃米饭；北方人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煮面条。食物是家的感觉，这句话真的很对。对，好，说完主食，我们再来聊一聊南北的其他差别。除了主食，南北饮食还有什么不同？我猜口味，南方菜比较淡，北方菜比较咸。非常好的猜测。一般来说，南方菜口味比较淡，
特别是广东菜，很注重食材本来的味道，不放太多调料。北方菜口味比较重，放的盐和酱料比较多。口味重就是 strong flavor。对，北方冬天很冷，以前没有冰箱，食物要用盐腌起来保存。慢慢的，大家习惯了重一点的口味。南方天气热，新鲜食材多，不需要太重的调料，保留原来的味道就好。原来口味的差别背后也有历史原因。对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差别，豆腐脑。你知道豆腐脑吗？知道，用豆腐做的，很软，对吗？对，豆腐脑用豆腐做的，像嫩豆腐一样，非常软。但是南方人和北方人对豆腐脑有一个很大的争论。什么争论？豆腐脑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？哈哈，就是甜咸之争。对，大概来说，南方很多地方吃甜豆腐脑加糖水，北方吃咸的加酱料、肉、葱花。两边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是对的。这个话题在网上讨论了很多年。哈哈，就像西方人讨论披萨上能不能放菠萝一样。哈哈，对，很像。还有粽子，南北也不一样。粽子我知道，端午节吃的，用叶子包起来，里面是糯米，对吗？对，端午节就是 Dragon Boat Festival， 大家吃粽子。南方的粽子里面放猪肉和蛋黄，是咸的。北方的粽子里面放红豆和大枣，是甜的。又是甜咸之争，南北在甜咸这件事上真的很不一样。哈哈，是的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练习。我说一种食物，你来猜，这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，好吗？好，来吧。第一个，饺子。饺子，北方用面粉做的，北方人过年最爱吃。对。第二个，年糕。年糕用糯米做的，软软黏黏的。刚才说过，南方。南北都有，但是广东和上海的年糕最有名。你的感觉对。第三个，拉面。拉面，北方面粉做的，拉出来的，兰州拉面。对。第四个，刀削面。刀削面，北方山西的，用刀削出来的。非常好。第五个，炒饭。炒饭，用米饭炒的，应该是南方，广东那边有很多炒饭。炒饭南方多，但是现在全国都有。你的感觉对。最后一个，粽子。粽子，南北都有，只是里面不一样。南方是咸的，放肉；北方是甜的，放红豆。完全正确，你全部都说对了。哈哈，我可以去考试了。哈哈，非常好。现在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用南方人或者北方人的角度来回答，好吗？好，我来试试。好，你刚到了一个新城市，你的中国朋友问你想吃什么，但是没有给你选择，直接说我们去吃饺子吧。你是南方人，你怎么说？我是南方人，我要说饺子很好吃，但是我可以再吃一碗米饭吗？哈哈，哈哈，非常南方人。再来一个，你是北方人，去了广州，朋友每天带你去吃广东菜，每顿都是清淡的菜配白米饭，你怎么说？我是北方人，我说菜很好吃，但是能不能给我加一碗面条，或者有没有饺子？哈哈，完全是北方人的心声，说得非常自然。哈哈，我感觉我能理解两边了。其实这不是谁对谁错，就是从小习惯的东西不一样。你说的非常好，这正是今天最重要的文化点。食物不只是食物，食物是一个人的记忆，是家的感觉，是身份的一部分。南方人的米饭，北方人的面条，背后都是情感。所以，当有人说我是南方人，或者我是北方人，他们不只是在说住的地方，也是在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说得很好，在中国，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这个问题，很多时候是一种拉近感情的方式。大家聊起来就会说，哦，你也是南方人，我们都喜欢吃米饭，或者你是北方人，我也是，
你喜欢吃什么面条？一个问题可以打开很多话题。对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很多时候听一个人说话，就可以猜出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。真的吗？怎么猜？可以听口音。北方人，特别是北京人，说话喜欢在词的后面加一个儿的发音，比如一点儿不是一点，哪儿不是哪里，这儿不是这里。哦，加儿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儿化音，就是 R coloring， 在词的末尾加上儿的音。这是北方话，特别是北京话的一个特点，听起来很亲切，很口语。哦，所以北京人说哪儿，不说哪里。对，如果你在中国听到有人说哪儿啊、这儿啊、那儿啊，很可能是北方人，甚至是北京人。好，还有一个词也很有意思吧？北方人问你吃了没，南方人问你吃了吗？你真的很细心。对，意思一样，但说法不同。北方话喜欢用没来问问题，你吃了没？你来了没？你好了没？这也是一种南北差别。哈哈，连问问题的方式都有南北差别，太有意思了。好，那南方人说话有什么特点？南方各地的方言很多，不一样。但是广东人说普通话，有时候声调会有点不同，因为粤语和普通话的声调差别很大，有时候你能听出来。所以听口音也是一种找到自己人的方式。对，在外地，比如两个广东人在北京碰到，发现对方是广东人，就会特别开心，感觉找到了自己人，可以一起去吃米饭。哈哈，找到了可以一起吃米饭的人，太可爱了。这就是食物的力量，帮助人们建立联系，找到相同点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安娜，今天你学了什么？今天学了方向词，东、南、西、北，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学了南米北面，南方人吃米饭，北方人吃面食，因为南方种水稻，北方种小麦。还有主食，就是 staple food， 一顿饭里最重要的食物。学了北方面食，面条、拉面、刀削面、饺子、馒头；南方食物，米饭、年糕、粽子。还有南北的口味差别，南方比较淡，北方比较重。还有豆腐脑和粽子的甜咸之争。完全正确，你全部都说对了。哈哈，我可以去考试了。哈哈，非常好。好，今天的任务来了。任务很简单，用中文写2句话。第一句，你是米饭人还是面条人？第二句，为什么？比如，我是面条人，因为面条可以有汤，也可以没有汤，变化很多，我非常喜欢。或者，我是米饭人，因为米饭可以配很多菜，每次味道都不一样。还有，想一想，你的国家有没有类似南米北面的饮食差别？比如，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主食或者口味，也写在评论区。对，大家在评论区分享，让我们互相学习。还有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。好了，今天的吃说学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下期见，告诉我们你是米饭人还是面条人？